继续关注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的南太平洋岛国之行。周一，王毅同斐济总理兼外长姆拜尼马拉玛在苏瓦共同主持第2次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并宣读了习近平主席向此次会议发表的书面致辞。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友谊源远流长，跨越山海。近年来，中国同太平洋岛国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取得丰硕成果，成为南南合作互利共赢的典范。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倾城理念，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友好关系。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中国始终是太平洋岛国志同道合的好朋友，风雨同舟的好兄弟，并肩前行的好伙伴。维护亚太和平稳定，促进各国发展繁荣，是地区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中国愿同太平洋岛国一道，坚定共赢挑战的信心，凝聚共谋发展的共识，汇聚共创未来的合力，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王毅在外长会上表示，当今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变革，世界何去何从？习近平主席给出的答案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愿与各国共同努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和确定性，为面临分裂危险的世界增添更多团结和信心。对于这个南太平洋的这些发展中的一些相对比较贫弱的一些国家呢，这些国家呢非常希望承接中国的这种“一带一路”，来获得他们自身发展的获得这种动力和这种合作的机会。中国通过和南太平洋岛国的这种合作，凸显了中国在国际上的这种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这一些相对比较贫穷的一些国家，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那么我们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和做出的贡献。王毅表示，相互尊重是中国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的准则，共同发展是中国开展同太平洋岛国合作的目标。为推动双方关系前行，更好造福人民，王毅宣布，中方将持续打造减贫、气变、防灾、农业、军草中心等6个新合作平台，并从政治、发展、抗疫、气变、人文和国际等6个方面做出努力。其中，对于在气变上率先行动尤为引人关注。王毅表示，气候变化是太平洋岛国面临的最现实、最紧迫挑战。中方将继续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为岛国增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提供帮助和支持。通过中国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中心，向岛国提供应对气变物资，为岛国培训气变领域人才。中方将继续支持太平洋区域环境规划署开展工作，愿共同呼吁发达国家率先提升行动力度，尽快兑现资金承诺。观察指，对于太平洋岛国来说，气候变化首先是一个生存问题，且本身就存在短板。由于缺乏足够的话语权，太平洋岛国无法从根本上影响发达国家的碳排放政策和执行全球气候治理国际协议的力度。其次，这些岛国缺乏经济支撑，应对气变的资金严重缺乏，同时也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中国外交部上周2发布的中国太平洋岛国合作事实清单提到，中国高度重视太平洋岛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特殊处境和关切，致力于帮助岛国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2019年以来，中国先后举办了3期面向太平洋岛国的应对气候变化与绿色低碳发展南南合作培训班。中国还向岛国援助了多批应对气变物资。中国重视同岛国加强可再生能源领域合作，支持中资企业参与巴新、斐济等国水电站项目建设。我们中国和南太平洋岛国的这种合作呢，以处理气候变化的挑战作为切入点，实际上就是非常的这个有效的，也适合于他们本身的需要的一种合作的切入点。中国方面是有针对性的给予他们合作的，在这点上体现了中国对这相对比较贫穷弱小的这些国家的这种合作发展的需要方面，我们的这种负责任的这种态度。会后，王毅在同姆拜尼马拉玛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中方归纳为5方面共识：一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是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和民族尊严；3是追求共同发展繁荣；4是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5是促进民心民意相通。王毅说，中方愿继续同各方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机制作用，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对于西方有声音质疑中国为什么要积极支持和帮助太平洋岛国，王毅也作出回应。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
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不仅帮助支持南太岛国，我们也帮助和支持非洲国家、亚洲国家、拉丁美洲等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是因为中国永远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同中小国家站在一起。奉劝一些人不必过分的焦虑，也不必过于紧张，因为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将使这个世界更加公平、更加和谐，也更加稳定。王毅当天还在会见斐济总统卡托尼维雷时强调，中国的发展振兴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成就，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强，意味着中国将具有更多资源，更加有力地在国际舞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一些势力也恰恰因此不愿看到中国发展壮大，图谋遏制、迟滞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不可逆转，中国将继续同发展中国家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加强团结，共同发展。上周六，联合国人权高专巴切莱特女士结束了6天的访华之旅，在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重点谈及此访的新疆之行。巴切莱特表示，这是一次与中国在人权领域倾听彼此的机会，并称赞中国在扶贫和消除极端贫困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巴切莱特此访是17年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首次访问中国。鉴于新冠疫情，新闻发布会以线上形式举行。巴切莱特表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中国政府双方同意建立定期接触，包括通过年度高级战略会议讨论各自在国家、区域或全球层面的问题。双方还同意成立一个工作组，将组织一系列有关具体专题领域的后续讨论，包括但不限于发展、扶贫和人权、少数民族权利、工商业和人权、反恐和人权、数字空间和人权、司法和法律保护和人权，以及双方提出的其他问题。We can build on this open and frank approach to carry forward exchanges in a meaningful and impactful way. 在谈及中国人权状况时，巴切莱特指出，扶贫和消除极端贫困比目标日期提前10年，这是中国的巨大成就。中国在国内外支持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努力也受到重视。巴切莱特形容此次访问不是一次调查，而是一个机会。美西方在涉疆问题上不断地制造谎言，在这种情况下，然后巴切莱特女士到新疆进行参访，然后跟我们的官员、跟我们的学者、跟我们的普通的民众、普通的劳动者进行对话，确实能够为联合国人权系统，包括世界各国人民了解新疆、认识新疆提供了一个机会。实际上，我们中国政府一直是秉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包括在巴切莱特专员来中国之前，我们中国这些年接待了很多国家、国际组织的官员。在备受外界关注的新疆议题上，巴切莱特到访了喀什、乌鲁木齐等地，走进了棉花种植的田间地头，并观看了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期间，他还与少数民族、专家学者等各界人士进行了座谈交流。在发布会上，巴切莱特专门指出，这些会谈是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进行的。有分析认为，巴切莱特的表态实际上是委婉地回应了美西方舆论一段时间以来刻意营造的阴谋论，驳斥了西方散布的涉疆虚假信息。就在巴切莱特的访华之行尚未开始，美英等国就抛出有罪推定式的质疑。美方更是在不到10天内3度发声反对巴切莱特访华。本月20号和24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2次表态，称美方不认为中方会允许巴切莱特对新疆人权进行所谓全面、独立、不受操纵的评估。巴切莱特在这种情况下同意访华是错误之举。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上周六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一些西方国家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不遗余力地对人权高专访华进行干扰破坏，他们的图谋没有得逞。马朝旭强调，一段时间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和反华势力打着人权的幌子，就所谓涉疆问题编造炒作耸人听闻的世界谎言，服务其以疆制华的政治图谋。涉疆问题根本不是什么人权问题，而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重大问题。乌云遮不住太阳，所有的涉疆谎言和谣言，在事实面前都将不攻自破。
上周六，巴切莱特结束访华当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又发表声明称，中国政府对联合国人权高专巴切莱特访华设置条件，对访问进行限制和操弄，美方对此表示关切。对此，在周一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回应称，巴切莱特此访是一次真正的了解之旅、加强合作之旅、正本清源之旅。在事实和真相面前，所有的涉疆谎言、谣言都不攻自破，但总有一些装睡的人是怎么捅也捅不醒的。事实上，巴切莱特高专在访华期间的活动安排均是根据他本人的意愿，经双方充分协商进行的。巴切莱特高专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访华期间进行了不受监督的广泛交流。赵立坚反问：何来限制？何来操弄？事实上，真正想操纵此访的，恰恰是美方。从一开始，极力要求巴切莱特高专访华的是美国，为巴切莱特高专访华设置种种条件的也是美国。现在攻击抹黑巴切莱特高专访问的还是美国。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首次离开基辅，前往哈尔科夫前线视察，并解雇了乌克兰安全局哈尔科夫负责人。目前，俄罗斯控制着哈尔科夫州约30%的面积，而乌东顿巴斯地区的鏖战也正在继续。俄方就指，解放顿巴斯是俄军目前的优先事项。乌克兰总统府网站周日发布消息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视察了哈尔科夫州的乌军前线阵地。泽连斯基随后还在社交媒体上再度对乌军表示感谢，并称为他们感到骄傲。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后，泽连斯基首次出现在首都基辅之外的地方。当天的行程中，泽连斯基还与哈尔科夫地区军政当局官员举行了关于当地局势的工作会议。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泽连斯基赞赏了哈尔科夫地方当局的表现，但是不包括乌安全局哈尔科夫地区负责人。报道援引泽连斯基的话称，由于该负责人在全面进攻的最初几天里只考虑自己，却没有努力保护这座城市，因此该名负责人已经被解雇。泽连斯基在上周的一次讲话中坦诚，顿巴斯地区的军事形势非常复杂，乌军在这一地区极其困难。乌克兰国防部发言人承认，俄军在当地取得暂时的战术胜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周日接受法国电视1台采访时表示，由于俄罗斯目前已经承认了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2个共和国的独立，俄军呢现在加强了对顿巴斯地区的那个攻势，因为俄罗斯的一个最直接的目标呢，就是要把顿涅茨克共和国和卢甘斯克共和国2个共和国所占的面积，原来是在行动之前呢占2个州的1/3，现在呢，俄罗斯军队跟那个2个共和国的人民武装已经攻占了卢甘斯克共和国的95%的领土，另外呢也夺回了顿涅茨克90%的领土，所以呢对俄罗斯来说呢，在乌克兰东部加强攻势很重要。至于顿巴斯的战斗，一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形容说是真正的炮战。俄军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第1阶段遭遇挫折，随后俄军调整战法，在乌东地区改为稳扎稳打的步步逼近，以发挥重火力优势。俄国防部近日介绍了俄军是如何使用2S5自行榴弹炮摧毁刚交付乌军的155毫米口径美制 M777 榴弹炮。俄塔斯社报道称 ，M777 发射常规炮弹的最大射程为24.7公里，发射火箭增程炮弹时也只有30公里，而2S5榴弹炮最大射程可以达到33公里，刚好可以克制美制 M777 榴弹炮。虽在冲突初期，乌克兰炮兵可以通过北约的共享信息，能与俄军炮兵打得一来一往，但是随着战火的延续，乌军的消耗已经非常严重，其炮兵主力只剩下老式火炮。俄媒称，俄罗斯武装部队还首次在战斗条件下使用了最新的重型火箭喷射器系统 TOS-2 托索奇卡。美军事专家将其称之为俄罗斯武装部队服役的最强大的非核武器。据了解，还有报道指出，该系统可以发射温压弹。温压弹也被称为真空炸弹或燃料空气爆炸武器，它第一次爆炸散布成易燃的雾气或粉末，随后可在空气中燃烧，形成威力更强大的爆炸，并在爆炸地带形成部分真空。赫尔松是俄军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展开后首个夺取的乌克兰主要城市。
分析认为，控制赫尔松对俄乌双方都有重要的军事意义。目前，这里是俄军在乌克兰南部的集结地，并对封锁黑海起到关键作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学术委员盛世良对深圳卫视表示，乌克兰之所以想夺回赫尔松地区，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在这一地区的海岸线部署西方最新援助鱼叉反舰导弹，从而威慑俄黑海舰队。乌克兰想在那儿进攻以后，还有个用处，就是他得到了丹麦的鱼叉导弹，它的最远的射程能够到340公里。如果拿到了这个鱼叉导弹，那么俄罗斯的黑海舰的剩下的那几艘护卫舰呢，就很危险。俄乌军事冲突战略重心转移到乌东顿巴斯地区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并一反常态开始向乌克兰提供远程火箭炮等重型武器。然而，这些来自北约国家的慷慨援助对乌克兰来说究竟是糖果还是毒药？来看看分析。根据乌克兰国防部上周六证实，乌方正从丹麦、英国和荷兰接收一批鱼叉反舰导弹系统。该导弹最大射程在300公里左右，战斗部重量达到221公斤，一枚就足以摧毁一艘5000吨级的大型军舰。而且由于它发射后掠海飞行，敌方很难对它进行探测或拦截。这些导弹将由受过训练的乌克兰部队使用，并与乌克兰自制的海王星反舰导弹共同部署，以保卫包括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在内的乌克兰海岸线。列兹尼科夫还表示，乌克兰还收到了一系列重型火炮，包括美国制的改进型 M109 自行榴弹炮，这将使乌克兰部队得以对目标进行更远距离的攻击。美国一位资深国防官员上个月曾透露，美军已经开始在乌克兰境外训练少数乌克兰军人使用榴弹炮。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预计拜登政府最早于当地时间周一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的一揽子援助，其中包括向乌克兰提供 M270 多管火箭系统，这将使乌克兰更容易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另外，预计美国还将向乌克兰提供海马斯多管火箭炮。海马斯可在几秒钟内发射6枚火箭弹，打击32到64公里内的目标，而且它们采用机动式底盘，可以在发射后快速撤离阵地，战场生存能力更强。目前尚不清楚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的火箭炮具体数量。据美国运输司令部近日发表的声明，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 2.35 万吨的武器和弹药，但多数是毒刺和标枪等单兵便携式防空及反坦克导弹。但如火箭炮等重型武器，此前尽管乌克兰强烈要求，也仅得到了西方的保留态度。本月21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在与到访的葡萄牙总理科斯塔举行会谈时就称，乌克兰急需的远程多管火箭炮正在其他国家的仓库里睡大觉，而这关系到乌克兰的生死存亡。美联社当时在报道中称，这暗指美国拒绝向乌克兰提供相关武器装备。分析指，美国拜登政府之前一直担心乌军使用美国援助的远程火箭炮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导致局势失控，因此拒绝向乌克兰提供远程火箭炮。如今俄罗斯在乌东地区加大攻击力度，乌克兰方面的抵抗节节败退之际，美国改变了想法。国际学者分析指出，美国出于自身霸权利益的考虑，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让俄乌冲突持续升级。美国的全球战略就是要封锁包围会影响到美国霸权地位的国家。为了实现经济和军事霸权，美国拉帮结派，制造对立。有报道指出，乌克兰方面还将主意打到了美国陆军战术弹道导弹 ATACM 上，这是一种超音速远程战术导弹系统。美国动力网站称，就在1周前，用 ATACM 导弹武装乌克兰的想法似乎遥不可及。但北约现在向乌克兰提供鱼叉反舰导弹开创的先例，让乌克兰有望获得自俄乌冲突以来西方向乌克兰提供的最强远程打击火力。乌克兰呢，现在尽管在西方援助下，火炮得到了不少。但是呢，也就是几十公里。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六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舒尔茨通电话时，重申了西方持续向乌输送武器的危险性，并警告此举可能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和人道主义危机。此前，乌克兰已经多次利用西方援助的先进武器，跨境对俄罗斯本土发动军事打击。俄罗斯方面多次发出警告，任何针对俄罗斯本土的威胁都可能导致冲突规模升级。与此同时，来自美国、德国和法国的4艘军舰已抵达芬兰赫尔辛基码头，其中美国和德国军舰参加了在波罗的海的演习。芬兰海军军官向媒体表示，芬兰已申请加入北约，3国军舰的这次访问是对芬兰表示支持。
芬兰国防部上周六表示，芬兰计划增加国际军事演习的次数。今年剩余时间里，计划进行的20项军事训练和演习活动中，有8项是新增到日程表中的。不过，目前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之路注定不是坦途。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上周六再放狠话，只要他在任，土耳其不会为这2个国家加入北约投赞成票。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反对瑞典和芬兰加入，原因包括这2个国家支持库尔德工人党机械分支，以及支持被土方认定曾发动未遂政变的居伦运动。而芬兰和瑞典进入北约需要获得北约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上周，土耳其与来访的瑞典和芬兰代表团就这2国加入北约一事举行的会谈，并未取得多大进展。不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周五则表示，他对有可能在北约马德里峰会前让土耳其改变反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立场抱持信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学术委员盛世良向深圳卫视分析指，尽管现在土耳其态度强硬，但土耳其对北约有诸多利益诉求，未来在芬兰、瑞典2国加入北约问题上有可能妥协。我想土耳其跟北约之间呢还是能够妥协的，因为这个北约呢可能在库尔德工人党的问题上呢跟土耳其呢也妥协一点。土耳其呢如果过分坚持，这个北约以前就有人提出了，土耳其跟俄罗斯那么拉关系，有开除土耳其这个危险，所以土耳其不敢是硬扛到底。乌总统泽连斯基周日视察哈尔科夫，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泽连斯基首次前往东部。他罕有地宣布将1名前线安全官员解职。您对此有何观察？那么，俄乌冲突进入到第4个月，泽连斯基昨天才首次上东部，显然呢是因为东部的战事很吃紧。实际上呢，他前一天在电视讲话中已经承认，东部顿巴斯的这个战事非常困难。那么泽连斯基前往东部，虽然离主战场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但是呢，这也是要隔空为苦战顿巴斯的乌克兰守军打气，那么以此来彰显乌克兰在困难态势之下继续抵抗的决心和意志。那么更是要紧急呼吁美西方继续加码对乌克兰军援，尤其呢是大杀伤重装武器的支持。我个人认为，泽连斯基现身乌第2大城市哈尔科夫是精心选择的结果。那么这里呢是相对安全的一个地点。按照哈尔科夫市长的说法，现在每天都有数千人返回哈城。那么俄军转向东部顿巴斯会战之后，一度也曾围攻哈尔科夫，但是呢遭到乌克兰守军的顽强抵抗，甚至是有效的反击。当然呢，也可能是因为俄罗斯要重整优势兵力，来聚焦推进在顿巴斯地区实现军事目标。那么总而言之，是俄军放弃了对哈尔科夫的围攻，乌军取得了城市保卫战的胜利。所以我认为泽连斯基他的这个解职动作是相当罕见的。那么他在昨晚的全国电视讲话中就宣称，哈尔科夫保卫战的胜利是军警、哈尔科夫市长与州府各方面完美合作的结果。但是不幸的是，完美合作不适用于乌克兰国安局哈尔科夫分部的负责人。泽连斯基指责对方在开战之初只顾自己，但是呢，他并没有交代其他的细节，那么仅仅强调已经将他交由司法部门来调查。那么这位名叫杜丁的安全官员2年前上位，正是因为泽连斯基的任命。我注意到此前呢，乌总统几次解职行动，尤其是俄乌冲突进入到1整月之际，泽连斯基指控2名国安局的高官叛国，已经不再是将军。那么这也是通过电视讲话来宣布的。很显然，泽连斯基是要用这样的非常动作来彰显自己作为战时总统的非常权威。那么尽管乌战争紧急状态已经确认再延90天，但是呢，饱受战火肆虐的乌克兰现在实际上绝非铁板一块。泽连斯基的前任波罗申科上周六在利沃夫出境参加欧盟系列会议时呢，就再度被拦截。那么波罗申科所在的欧洲团结党就发声明抗议，指责这是波罗申科第2次被阻拦出境。最新消息是，波罗申科已经在周一获准离境。那么乌克兰新老总统明里暗里的决力，无疑也是乌克兰政坛博弈激化的一个见证。那在您看来，乌东战事又将如何走向？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昨天在接受法国电视一台采访时就强调，解放顿巴斯是莫斯科绝不妥协的优先选项。那么这个可以看作是俄军在乌东会战的一个底线目标，也就是说，俄罗斯要全面控制、宣布独立，并且已经获得俄罗斯承认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这2个共和国。至少俄方在对乌军事行动之初反复强调的去军事化与去纳粹化，现在呢，俄罗斯官方媒体已经甚少提及了。那么甚至此前有外媒炒作俄军占领的赫尔松地区可能会循克里米亚模式并入俄罗斯。那么拉夫罗夫昨天也低调做出暗示，他在强调拿下顿巴斯绝不妥协的这个同时，他宣称呢，在有操这个俄语的人生活的俄控其他乌克兰地区，那么他们是可以自行做决定的。那么从战场态势来看，俄乌两军东部攻防的这个天平现在也正在显著倾向前者。那么今天呢，乌方已经确认俄军正在攻入卢甘斯克州的最大城市北顿涅茨克。那么泽连斯基在昨天的电视讲话中也提到，北顿涅茨克多数城区已经被毁。我认为北顿涅茨克恐怕要重演马里乌波尔的结局，俄军全面掌控，取得顿巴斯会战极具象征意义的一个最大战果，可能也只是时间问题。那么现在乌方将扭转东部极度艰难的战场态势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外部军援上。我前面也提到，泽连斯基昨天上哈尔科夫就是要向美西方传递明确信息。那么东部战事10万火急，再不加码军援，再不加码提供重装武器，那么极度困难的乌军是真要守不住了。日本方面近期频频借俄乌局势抹黑中国，来满足其政治私利。据日本杂志周刊新潮周一刊载的内容，首相岸田文雄在接受右翼媒体人樱井良子的采访时声称，亚洲有关国家正在以武力改变地区现状，这将对日本安保造成重大影响，引发地区局势动荡。岸田借此放话称，要认真考虑解禁集体自卫权。岸田文雄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担任日本外相期间，他就曾明显感觉到美国仅凭一己之力，连本国都难以保护。为此，日本必须认真考虑解禁集体自卫权，并就此展开讨论，以应对来自周边国家的威胁。实际上，日本早已朝着解禁集体自卫权、追求军事大国、谋求对外扩张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本月初，岸田文雄访问英国时，日英两国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主要涉及军事安全合作领域，目的是保证双方军事人员之间的顺畅往来。日本此前也和澳大利亚达成过类似协议。提到的集体自卫权的话，那就代表了说它不是只有跟美国日美安保而已它未来是想要可能跟更多国家有安保，比如说英国德国这个印度这些甚至澳大利亚。日本它已经没有这种安全感，它一方面又不能离开美国它也有同盟在，那美国的他又对美国又没有信心，那能够如何呢？那他就只要自己要准备这个加强他自己的武力嘛。岸田在采访中还声称，在亚洲，有关方面正在凭借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有可能会发展成对日本安保造成影响的重大局势。樱井良子追问这是否是在针对中国，岸田称，中国在南海、东海正在采取这种措施，确实如你所问。日本为了彻底摆脱身上的军事枷锁，可谓是煞费苦心，不断利用世界局势的变化，寻找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突破口。除了老生常谈的中国威胁，日本政府还拿俄乌局势做文章。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日本政府于今年3月向乌克兰提供了防弹衣、防寒服等涉军物资。共同社上周六报道称，当时自民党内部就有意见提出，日本应当像欧美国家一样，向乌克兰提供具有杀伤力的装备。此前，自民党在今年4月的党内汇总建议中，便加入了要求修改相关原则的内容。据日本朝日电视台周日报道，由于俄乌冲突加剧地区安全风险，日本政府考虑修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放宽防卫军事装备对外出口管制。今后，日本将有权向所谓受侵略国家运送导弹、飞机等攻击性武器。受二战后国际法限制，日本政府早先确立了武器出口3原则。2014年，时任安倍内阁通过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被普遍认为根本上修改了原武器出口3原则禁令。
其中有一个部分是说，有战争的发生的地方，日本就不卖武器给这些国家相关的国家，所以的话，应该是要解除这个部分。所以他想，因为俄乌现在打仗嘛，他现在可能可以卖一些武器给乌克兰啊，或者是说周边的国家，像波兰现在也很紧张啊，那这个芬兰也有可能以后要买武器啊，那对日本来讲是一个卖武器的这个机会嘛，啊，所以的话，这个我觉得他是这个是针对他的武器的市场的发展有潜力的地方，他在做这些准备了。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此次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再次被探讨修改的背景是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内部的担忧逐渐扩大，认为日本武器的顾客只有自卫队且利润率较低，导致国内企业陆续撤出该业务，防卫产业将无法维持。目前，日本虽然已与大洋洲、欧洲、东南亚等共12个国家签订了允许出口的防卫装备品和技术转移协定，但现实是成品合同仅有与菲律宾签约的防空雷达一份。对于日本政府寻求放宽对外武器装备出口，日本舆论广泛关注。日本经济新闻称，今后如果武器装备出口限制放宽，必将令人担心日本出口的武器装备会被用于海外冲突中，如何与宪法第9条精神保持一致将是焦点。自俄乌冲突以来，日本右翼保守势力一直蠢蠢欲动，试图抓住国际舆论对俄不利之机，借题发挥，混淆视听，为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翻案证明。日本前首相、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本月上旬在一次讲话中竟宣称，二战中是苏联单方面撕毁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率先向日本发起所谓侵略。而持这种观点的并非麻生一人。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3月份也曾称，日本绝不能忘记苏联侵略日本的历史。这种日本遭到侵略的论调令人惊愕，但在日本国内似乎并未引发相应关注。据共同社上周六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加卢金在接受该社采访时表示，日本发动不当制裁，持续采取不友好的行动，试图给俄罗斯造成损失。他明确表示，与日本进行和平条约谈判是不可能的。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政府于3月下旬宣布中断包括南千岛群岛及日本所称北方4岛的领土问题在内的对日条约谈判。同时，俄罗斯也高度警惕日本与北约的走近。分析指，苏联对日作战是涉及大是大非的二战历史定性问题，围绕具体细节的争议无法改变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日本一些政客企图借当前俄乌冲突，将当前俄罗斯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与当年对日作战混为一谈，无非是为了混淆视听，以图抓住当前国际舆论对俄罗斯不利的时机来借题发挥，达到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实现的目的，同时为日本不堪的历史翻案。此外，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上周在东京出席活动演讲时就明确表示，日本应该思考如何面对自己的历史，让长期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得到处理，然后专注于为区域的和平做出更大贡献，一起建设及维护开放和包容的区域架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岸田政府正准备在2022财年内放宽武器装备出口限制，您对此如何解读？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岸田政府是以俄乌冲突发生之后，日本无法向乌克兰出售致命性武器为由，提出进一步放宽武器装备出口限制的。但是所有明眼人都知道，日本这个动作不早不晚，正好发生在拜登访日、出席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以及宣布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架之后。这显然不是巧合，而是说明日方这样做是在得到了拜登政府的支持与纵容之下进行的。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向乌克兰出口进攻性武器，而是另有其他目的。这个其他目的，第一是要允许日本实现所谓的国家正常化，而国家正常化的前提是军事正常化，军事正常化的前提之一就是武器进出口的正常化。而允许日本完全放开武器进出口，这可以帮助日本的军工企业发展，并重建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并恢复日本的军事大国地位。第二，美国允许日本进一步放宽武器出口，主要不是针对俄罗斯而来的，而是针对中国而来的。因为对于日本武器最感兴趣的肯定不会是美欧等发达国家，
而是印太地区的东南亚国家，比如越南、菲律宾等等。日本向这些国家出口进攻性武器，不仅可以协助这些国家对付中国，而且可以通过以武器作为媒介，最终拉拢这些国家，甚至是跟这些国家最终结成军事同盟关系。也就是说，日本要在美国的授意之下，以向印太地区相关国家出口武器的方式，来最终帮助美国推进印太战略。第三，这是把目光瞄向了印度，因为印度长期以来高度依赖俄罗斯的武器出口。假如岸田政府放开了武器出口的限制，那未来日本就有可能帮助印度摆脱对俄罗斯的武器依赖。当然了，我们还得防着岸田政府这一招最终是冲着台湾问题而来的，因为日方早已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不排除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向台湾地区出口甚至是援助武器。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加卢金在接受日媒采访时称，鉴于日本发动不当制裁，持续采取不友好的行动，试图给俄罗斯造成损失，俄日进行和平条约谈判是不可能的。您对此有是如何看？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应该正话反听。大家知道，过去这些年以来，尤其是在安倍执政的时候，为了吸引日本对西伯利亚的投资，尤其是为了突破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普京一直在与俄日签订和平条约谈判，以及以南千岛群岛即日方所称的北方四岛归属问题谈判，在引诱并吊着安倍政府。而安倍政府也一度因此而方心乱跳，甚至是乱了方寸。因此，不排除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在此时放出这样的话来，是在变相暗示日本政府，假如日方不要跟在美欧后面一步一趋，逐步放松对俄罗斯的严厉经济与金融制裁，那北方四岛主权问题以及俄日和平条约还是有得谈的。也就是说，俄罗斯又在以北方四岛以及俄日和平条约引诱日本上钩。不过我同时认为，在当前的节骨眼下，岸田政府上钩跟俄罗斯重启谈判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是因为在美欧卯足了劲儿，准备以经济制裁与金融封锁的方式拖垮俄罗斯的关键节点上，岸田政府绝对不敢在这个时候掉链子，否则日本与美欧的关系就没法玩了。那么其次，在北方四岛与俄日和平条约谈判上，过去安倍政府已经上过好几次当，吃过好几次亏，他们已经意识到了，想要通过谈判的方式让俄罗斯吐出北方四岛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安倍下台之后，俄日相关谈判已经全面停止的重要原因。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下午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新当选并获中央政府任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6任行政长官李家超。习近平对李家超当选并被中央政府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6任行政长官表示祝贺。习近平说：“你爱国爱港立场坚定，敢于担当，积极作为，在不同岗位上都履职尽责，为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做出了贡献。中央对你充分肯定，也充分信任。”习近平指出，去年以来，在新选举制度下，香港先后举行了选举委员会选举、第7届立法会选举、第6任行政长官选举都取得成功。实践证明，新选举制度对于落实爱国者治港，保障香港市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推动形成社会各阶层各界别齐心协力建设香港的良好局面，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是一套符合一国两制方针、符合香港实际、符合香港发展需要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习近平强调，今年适逢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25年来，尽管经历了许多风雨挑战，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中央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从没有动摇，更不会改变。在中央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香港已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正处在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我相信，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施政一定会展现新气象，香港发展一定会谱写新篇章。韩正、夏宝龙等参加了会见。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周一上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李家超，颁发任命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6任行政长官的国务院第754号令。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并主持颁发国务院令仪式。向李家超先生颁发国务院第754号令。李克强首先祝贺李家超当选并获任命，表示中央政府将一如既往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制权，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结合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长，全力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李克强强调，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始终是香港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挑战的坚强后盾，并期待香港市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相信并期待新一届这个政府广泛团结在香港各界的人士，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不断的提升制度的效率，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这3大中心的地位。我们还提出来，国家有支持的就是发展国际的科技创新中心。同时继续防控好疫情，需要改善民生，解决市民大众密切相关的市民大众希望解决的民生难点痛点。李家超感谢中央政府的任命，表示将不负中央政府的信任和香港市民的期望，按照基本法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全力以赴为香港谋发展，为市民谋幸福，建设长期繁荣稳定的香港。我定力全力以赴，不负中央对我的信任，不负香港市民的期望。在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重要时刻，我深深明白我所肩负的责任是何等重大。我将忠诚地、坚毅地带领第6届特区政府按照基本法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